怎么样了？他还有心跳，奇怪，他怎么还没死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赶快动手吧。嗯。喂，住手！你们要干嘛？我们已经找到证据，证明你们创谋杀人，参与非法贩卖器官的勾当。喂！别乱来！刘天成，把刀放下！走开！把刀放下！我真的会吃他的啊！走开！喂！起来！给我起来！别动！放心吧，你姐不会有事的。所以刚才上邱志玲的身体是他的弟弟，也就是你一直在找的20。因为他们是姐弟，他就可以上他的身。不过按照院长和医生一贯的犯罪手法来推敲，他们应该会先把邱志玲弄死，为什么他会没事？多亏了4977，我们预先做好了准备。4977，终于出现了。我要回家。 4977，金长丁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跟我回冥界。不，我不能跟你回去。你说不能回，就不用回吗？金长丁，我一离开我姐，她就会被杀死的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是我亲眼看见的。这间疗养院的院长、医生还有看护联合起来杀死了几个老人，还贩卖他们的器官。你从冥界逃出来已经是重罪，再欺骗警长，就是罪上加罪。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发誓，如果我骗你的话，我就马上灰飞烟灭。就是这里。今晚的目标有什么可以用的？肝脏、眼角就是这2个人都可以。联手杀死了几个老人，然后贩卖他们的器官。他的心脏功能也挺好的，应该也能卖。你现在相信了吧？简直不是人！好，那就一起切下来。我再问问杰克要不要。只要在报告上动手脚，证明邱志玲的年龄不超过50，器官是健康的。说的好像在巴上买动物的内脏，根本不把人的性命放在眼里。金长丁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姐。哦，原来是你们换的低剂量的镇定剂，难怪邱志玲才会忽然醒过来。你们突然间出现，也帮了我们。啊，对了，那个20他在吗？谢谢。我有些事回警局处理，先走了。嗯。舍不得吗？我恨他入骨。如果真的恨他，为什么还要救他呢？我阿爸跟我说过，小时候我是我姐姐的跟屁虫，不管她去到哪里，做什么，我都一定会跟着。我姐姐
从来都不嫌我烦。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，他都会送我一份。我们一起跳绳、放风筝、捉迷藏。有一次，我跟邻居的孩子打架，我阿爸要处罚我，我姐姐还替我挨打。你姐是一个很好的姐姐，所以我不明白，我们的爸爸出事之后，他怎么变得像另外一个人？他以前很孝顺，他怎么可以变得这么狠心，不顾我们的爸爸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被他儿子逼的，他也很痛苦。这些年来，我怪错了人。如果你就这样跟我回去，你会后悔吗？好，我给你一点时间。姐，姐，我回来了。谁呀？是我，阿国啊。阿国？谁呀？姐，我要走了，你要好好保重，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国，你是阿国？姐，小阿国，阿国，这么久没有看姐姐，姐姐担心你啊！等等，这是护士姐姐给我的糖，我偷偷藏起来，要给阿国的。那阿国吃，阿国吃，阿国，以后不要到处乱走，姐姐想你。以后你要偷偷出去玩，要先跟姐姐讲，姐姐可以跟你一起骗爸爸。姐，对不起，阿国，对不起。阿国不哭，阿国吃糖，阿国吃糖就不哭了，吃糖就不哭了。小阿国，你哭，姐姐也要哭了，阿国。阿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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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国来看姐姐了，阿国来看姐姐了，阿国来看姐姐了。你们想对邱志玲做什么？刘天成，我劝你最好跟我们合作。不说是吧？我帮你说，你们想杀了邱志玲，然后把她的器官切下来拿去卖。
加上邝有权和龚秀凤2位都是你们杀的。你们专挑那些孩子不在身边，或者是被孩子遗弃的老人下手，这样他们死了就没人会在意，也不会引起怀疑，对不对？警察都是这么会编故事的吗？事实是，邱志林他有失智症，经常大吵大闹，我只能给他一些安眠药，等他睡了，我才能给他做一些例行检查。如果只是例行检查，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挟持邱志林？什么？我挟持邱志林？怎么会有这种事？为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？对不起，尽管我最近精神状态很差，常常会忘记一些事情。装傻是没有用的。 Madam， 如果你有证据的话，就拿出来啊。这是什么？很好奇为什么我没有你们的通话记录吧？我们在疗养院的诊室里找到 Rico 的手机。你们除了涉嫌杀死老人贩卖器官，也涉嫌杀死 Rico， 还把他给分尸。我没有，警官，你们不可以随便冤枉良好市民的。你们的聊天内容涉及器官，什么时候动手？联络中介，这些都在开玩笑吗？真的是开玩笑啊，警官。你也知道我们在疗养院工作，压力很大的。如果说不开玩笑，我们真的会得忧郁症的。当个院长真的是浪费你的才华，你应该当个演员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坦白吧，再拖下去真的对你没有什么好处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不要浪费我时间。总之，我把我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了。如果你们还不信，真的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对不起，警官 ，I'm sorry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古今执着想再死。4977，你在人界做了些什么？坦白告诉审判长吧。我杀了2个不孝子，一个是我的外甥，一个是凤仪的儿子。4977，汝当年狠心杀死自己的父亲，如今又杀死自己的外甥，汝如何下得了手？汝可有良知啊！这2个不孝子，狠心的把他们的父母丢在疗养院，不闻不问，不该死吗？难道你们觉得他们没有错吗？事事都有一体两面，汝不该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他人的对错。汝认为汝的外甥不孝，在他女儿的心中，他是一个爱女儿的好父亲。李宁国在妻子的眼中是个负责任的好丈夫。汝认为自己孝顺不孝顺？我杀死我阿爸，当然不孝。汝可曾扪心自问，汝讨厌的人，到底是他们，亦或是汝自己？审判长，这一次呢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您的意思是，4977杀了那些人，是因为他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的错误。但是，很多人都不会承认自己的错，于是就把错误推在别人的身上，这样比责怪自己
来得容易。如真正想杀死的人是当初那个不孝顺的如始终不曾原谅过自己呀。审判长，你说的对。我杀死我阿爸后，我就觉得我的胸口一直被大石头压着，压得我很痛苦。审判长就判我灰飞烟灭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够消除我的罪恶感。面对痛苦，该放下，而非逃避。我说了那么多，如没听进去吗？审判长，您会放过4977？4977依然有些许良知，不至于被判灰飞烟灭。但4977惩罚不可免。什么惩罚？最近冥界有4只顽固不明的恶灵，4153、4555、4600、4299，他等成日互相辱骂，搞得冥界乌烟瘴气。我要汝去感化他等，放下执念。不行的，审判长，我做不来。未曾尝试，何止不行？阿丁，汝负责帮助4977，协助其完成任务。啊，可是我想到人界把4896给抓回来。等找到4896的下落再去不迟。可是必须此时此刻。可是阿丁，若如此热衷于前往人界，是否有其他目的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想把4896给赶快抓回来。毕竟他是在我手上逃跑的，我得将功赎罪。没有就好。哎，幸亏啊，你没有灰飞烟灭。出来吧。4977，你们到底躲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你们？告诉我，4896他在哪里？4896心地善良，他不会害人的，就让他留在人间找妈妈吧。等他完成心愿，自然会回来。人都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在想生前的事情呢？警长听你说的这么轻松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前世的记忆，也没有心愿。如果你像我们一样有想要完成的事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谁说我不懂4896的心情？恩人，都听不到我说话。漂亮姐姐，让我上你的身一次，可以吗？谢谢。恩人，你帮我找黑娜妈妈，我要找黑娜妈妈。说什么？我要找黑娜妈妈。什么黑娜妈妈？为什么要找你妈妈？我要找黑娜妈妈，我找不到她。你是警察，你一定可以帮我找到她的。她眼睛大大，皮肤白白，很漂亮的。恩人，你帮我，求求你帮我找黑娜妈妈。恩人，好，我帮你。不过你要先跟我讲多一点关于你妈妈的事。好，我们走。哦。
哎呦，吃到那么乱，来擦擦嘴巴。哎呦，好不好吃啊？嗯，我最喜欢吃巧克力冰淇淋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冯康凯，他们也叫我4896。冯康凯，你是男的啊？嗯，你是那天跟我去玩街机游戏又喜欢吃薯条的那只鬼，对不对？嗯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跟这个姐姐不像，姐上不会像你这样说话的。她不喜欢吃薯条，不喜欢吃冰淇淋。哇，Aaron，你很厉害。哦，对了，你为什么一直叫我恩人啊？韩娜妈妈在路上被脚车撞，你救了她，所以你是安娜妈妈的恩人，所以你就是我的恩人。安娜妈妈？哦，原来那个女人就是你的妈妈。那时你也在啊？转世官让我来看我的未来妈妈，她是黑娜妈妈。等一下，所以肚子里的孩子是你？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出事啊？因为黑娜妈妈肚子里的 baby 没有了。为什么会没有了？我不知道。恩人，你可以快点帮我找黑娜妈妈吗？我很想念她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帮你找你妈妈就是了。真的啊？啊，我可以帮你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以后不要再上这个姐姐的身了，你这样做会伤害她的身体的。你上我的身吧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在这里我只认识你，如果我上你的身，我就不可以跟你讲话了。不过你今天上她的身很久了，我放你出来吧。乖，出来。那我可以先把冰淇淋吃完。可以啊。那人，我走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子珊，子珊。哦，到了！哇，你很重哎。我为什么会那么累啊？累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。啊，你别想那么多啦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哎，我借你厨房一下。先等水开，然后烫排骨，然后……哎，中医师说了什么？啊，随便啦，最后还不是一样。汤炖好了。汤炖好了。哇，这么浓啊！你是不是放太少水？那怎么办？还可以喝吗？喝是一定可以喝，不过有点苦吧。你那么辛苦炖的，我会喝了。哇，有那么苦吗？你炖那个汤是要报仇吧你？我才没那么小气呢。要不要我加多点水才没那么苦？哪有人往炖汤里面加水的？不可以吗？
干嘛对我那么好？又送我回家，又炖汤给我喝。你喜欢我？照顾下属是上司的责任，你是我们组里很重要的成员。如果你生病了，你的工作变成我要做，那不是会很累？所以你不能生病。说谎。我骗你干嘛？你不要自作多情 ，OK？ 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啊，拜。表姨，街上也被鬼上身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跟他聊过啊，他还跟我讲他的故事呢。普通的鬼是不可能上人的身的，会不会就是英雄找的恶灵啊？应该不是吧？感觉上他蛮单纯的，不像会伤人的样子。安全起见，你还是问一下英雄比较好吧。嗯，他在吗？几天都没有看到他了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你怎么了？又不舒服了？我带你去看医生吧。你说我的心跳有回音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听起来好像有2个心跳一样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些人天生会有这个问题。以前有过不舒服的现象吗？从来没有。我只是最近才开始觉得喘不过气来，心跳很快。那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目前检查的指数一切正常，你们回家再继续观察，有需要再来医院。谢谢。不如我们去找另外一家医院检查看看。不用了，医生都说先观察看看了。如果你哪里不舒服，一定要告诉我，知道吗 ？Yes, sir。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开心也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。我当然选择开开心心啊。哎，不过啊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之前你的身体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之间啊，你的体力变得这么差？人老了，机器难免会坏嘛。放心了，医生都说没事了。你真的不担心啊？担心什么？人都会死的，我不怕死。我只是怕看不到你结婚。还有啊，我还没有跟英雄谈一场浪漫的恋爱，都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，几天都没有看到他。要是我突然心脏病爆发死掉，我看不到他，我会很伤心的。在说什么啊？你可以不要乱讲话吗？很久没去拜你妈了，等你有空，一起去拜她。Mr. Pei， 你放心，警方不会找到任何证据的。你挟持老人，不可能全身而退的。这件事，警方会提控我，不过不会牵扯到我们的秘密啊。万一东窗事发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那当然，我绝对不会出卖你。
而且 Dr. Kwa 跟 Ray 也不知道你跟那些买卖有关系啊。呀。 Mr. B 来做什么？没什么，他刚好经过这里，顺便来看看。你怎么这么急啊？发生什么事？死警察一直像苍蝇这样黏着我。我也是，每天我走到哪里，他们就跟到哪里，想甩也甩不掉。看来他们打算一直这样跟下去，怎么办？别理他们，继续过你平常的生活就可以了。他们一直盯着，怎么过平常的生活？你要冷静。 他们就是找不到证据，才用这种手段逼我们露出马脚。如果你不冷静的话，就中计了。你放心吧，之前的事都做得很干净，没有留下首尾。而且跟 Jacob 联络是 Ray 负责的。现在 Ray 死了，没有人会出卖我们的。喂，你。 会不会出卖我？怎么会呢？我们是同一条船的人，我出卖你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喂，你干嘛？喂，你不要笑我，你怎么了？ 喂，于天成，于天成，于天成，你干嘛？喂，怎么了？于天成，喂，于天成，于天成，喂，1, 2, 3, 4, 5。医生，死者猝死的原因是什么？心脏病发作。好，谢谢。这么巧啊？为什么最近嫌疑犯都是心脏病发作而死的？是啊，医生说柯杰瑞没什么大碍，可以带他回警局了。那好，走吧。走。喂，你干嘛？别演了，回警察局了。走。喂，柯杰瑞，戴医生，好。喂，你怎么了？他的情况怎么样？经过详细的检验，病人的肝硬化已经到了末期阶段。他需要接受什么治疗？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接受换肝手术，不过等候的名单很长，情况不大乐观。谢谢。很讽刺，对吧？你们贩卖器官，现在沦落到自己需要器官移植。刘天成已经死了，你身体的状况也不是很乐观。如果你不想剩下的日子被警方纠缠，你最好跟我们合作。
没错，我们是贩卖器官的。瑞伊负责跟中介杰克联络。当我们接到订单，院长会根据老人的健康状况，找到适合下手的老人。瑞会给他打大量的镇定剂，让他迅速死亡。Ray Cole 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？瑞中途想退出，我和院长担心他守不住秘密，所以决定杀人灭口。你们这些人为了钱，杀了一个又一个的老人，活该你的肝硬化。过了那么多天都还没回来啊！你回来了。啊，我刚才做了一个梦哦。做了什么梦啊？梦到中多多啦，还是嫁给你的英雄啊？我梦到我去一个葬礼，我看到你、美珍、Brad 和杰山，还有好多好多的人，大家都哭得很伤心，尤其是你，一直哭一直哭，我叫你不要哭，你也不听。后来我看到那个死者的照片，我才发现那个人是我。难怪你都听不到我在说话。哎呀，应该是你平常见太多鬼了，才会做这些莫名其妙的梦。嗯，给你的。什么来的？里面有我的户口号码、密码，还有保险箱的密码。这里，保险箱里面有我的首饰、武器，还有保单。我刚刚去立了遗嘱，万一我有什么事，我的财产都是你的。你有很多财产呢？我不告诉你，免得你谋财害命。我才不稀罕你的钱呢！哎，你最好给我好好活着，我不想少一个可以跟我斗嘴的人，不然我会闷死的。臭小子！哎，笑一个嘛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我就笑给你看。嗯，什么事？我知道你从小就没有妈妈，虽然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儿子看待，但是还是弥补不了你心里缺乏的那份母爱。你这里还是空空的，对吧？我知道你一直都怪自己，怪自己把爸爸外遇那件事情告诉你妈。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要再用大人的错来惩罚自己啊！啊，心里的结，有时候就像毛线球一样，你不尝试解开它，它就会越缠越紧。到时啊，就会把你整个人都缠起来。就算你不去碰它，不去看它，它也不会放过你的。
你就是要把过去放下了，心才会自由。表姐，我们又来看你了。我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？菜，表姨，不能说话，有要死这么容易啊？不要吵了，我在跟你妈说话。表姐啊，你记得警长丁吗？原来啊，他就是当年救了小叶的那个恩人。他说他和你一起当上了警长。你失踪了13年，到底去了哪里？如果你听到我说话，你就快点来看我，要不然我怕以后没有机会了。表姨，不准你胡说八道，我没事的。表姐，万一以后我走了，没有办法照顾小叶，你记得要保佑她健健康康，保佑她找到一个女朋友。过了，让我等等。去上厕所啊。妈，我从来没有跟你许过愿，这是我第一次。你一定要保佑表姨身体健健康康，陪我久一点。表姨，表姨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心疼。表姨，你不要吓我啊！你会没事的，你撑着啊！病人已经没有了心跳，对不起。